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食堂堵了。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做，给您拿回来。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降温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的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恐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
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密码本呢？烧了。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4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亦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吴司长，这不仅仅是一封遗书，它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
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我想见见他。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你在想什么？你是在想家吗？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先吃，快吃。姐姐也吃。听话，先吃先吃，厨房里还有的。宝叔叔，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
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训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公馆发现的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2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建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京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是。吴司长，吴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公馆的时候，
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3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头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故宫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2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吴公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2个孩子团圆。是，必须早日结案。那顾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这不是他主动给我的，是我生要来的。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也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曦和陈宝仓2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2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那吴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侯司长，吴司长，顾正文说您要见我。是的，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司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邵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邵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别动！情报送出去了吗？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能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只是你何苦呢？自珍兄，于学兄，你这又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我南岳学长他爸爸肯定回家了。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兄，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以我这无用之举，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4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与我兄弟就许下诺言，同生共死。我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岳兄，值吗？值。值。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对，到哪儿都不孤单。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便如此。吴司长，吴石，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你是给谁发电报？我的上级。电文内容。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集。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我发出的所有情报都在这上面。请递交给蒋先生。他吴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王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除了东海小组，你还有什么热症吗？有说还有什么空档？还有什么空档？那空档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想把他们都抓住，那不是花钱下去打击吗？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